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1月12日啊。那么最近呢，有朋友问我啊，他说，西班牙、欧洲这边呢，有没有电信诈骗啊？像那个缅北那样的。那么西班牙这边呢，还真的有啊这种网络诈骗、电信诈骗，我自己还亲身经历过啊。我就举几个例子讲讲吧啊。首先呢，就是它有一种啊，就是冒充啊那种优惠打折的这种链接啊，给你去点，但它这个做的呢，像一个真实的一个网站一样。它呢就在比如说像 Facebook 啊，或者说什么上面，它投放一个广告。这个广告一般就是大家会觉得，哎，愿意投放广告的应该都是那种真正的公司，对吧？比如你看到一个耐克的广告，你点进去了，或者说你看到一个什么苹果的广告，你点进去了，他们也是啊，他们就冒充一些什么火车公司啊、旅行公司啊，做一个这样的页面啊，然后呢你就点进去，点进去以后呢，它就会让你输入你的什么生日信息啊，各种东西。这个上面呢，它是不让你付钱的啊。然后呢，当你输入了你的生日信息啊、各种东西啊，还有就是邮件，对吧？他会给你再发一个邮件啊，他就告诉你，他说你是获得了我们这个优惠。然后呢，他在这个邮件里面呢，他再让你去付钱啊。我推测呢，就是如果第一个在这种脸书什么上面，他如果就直接这个网页广告点进去就让人家付钱，那到时候大家要追究脸书的责任，对吧？所以他这个东西就上不了这个广告页面。所以呢，他是获得了邮箱以后呢，我也是填了信息，然后等到他发邮件给我，因为我是在这个火车上面，我已经注册了会员了，这个火车公司，他发邮件给我，他说你有那个优惠什么，我就先去了那个真正的那个网站上登录信息，我一看没有什么优惠啊，然后我再仔细的去看他的这个网页啊，我发现了这个问题。那如果不小心你把你的那个卡号啊什么填进去，那么后面可能你的信用卡呀或者什么就会被盗刷，对吧？啊，这种是一种网络诈骗啊。还有呢，就是当然在社交媒体上啊，也是什么脸书啊或者是什么 IG 啊，对吧之类的，就总会有那种啊，身材看起来啊凹凸有致，对吧？胸大啊，这个线条好的，长得漂亮的这种女孩，对吧？就给你说要交友啊，要干嘛的。像我这种年龄，有这种社会阅历的人来讲，对吧？啊，有那么一点点社会阅历，就知道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对不对？就是说这种级别的美女啊，或者说，因为这些美女，你打开她的这个页面啊，每天都是不是豪车就是这个很精美的那些生活，是吧？啊，你一看就知道这些人他的目标群体肯定不是我，对吧？就没有那么好的事情的啊，所以呢，这种啊一概就不看的。还有一种呢是他直接给你发个私信啊，这些人呢看起来啊是中年美女啊，就年纪可能跟我差不多或者比我再大一点点，然后呢她没有那些年轻美女看起来那么的张扬啊，但是呢就看起来也是有品位啊，有艺术气息啊，有格调啊，然后他给你发个邮件啊，通常这种都是老外的那种信息页面啊，但他背后控制的是不是老外不知道啊。那么他就会说啊，他说我是一个什么寡妇啊，我失去了我的先生啊，然后那个但是我有一个孩子啊，然后我有多少钱，总之很多钱啊，然后这个基金，然后我现在看上你了啊，我想跟你怎么在一起啊什么，对吧？啊，这种当然就一看也就是啊，给那些整天白日做梦的人看看，可能还相信，对吧？像我们这种人就肯定一看就知道这是骗子，对吧？后来
就是像这样的信息啊，这样的太多了啊。因为本来我可能经常在那些上面发一些摄影作品，或者在一些摄影群里面去聊聊摄影啊，聊聊旅行啊之类的。然后现在充斥了这样的骗子，这些社交软件我都不用了，我就上也不想上啊，因为你整天就是一堆人给你发这些，你看着就很烦，对吧？啊，所以这是一类的，就是通过社交媒体什么广告啊，给你私信啊这种。还有呢，就是他突然会给你，比如说你的一些社交聊天工具，对吧？啊，他给你发，比如说那个 WhatsApp 啊，他给你 WhatsApp 突然发，哎，他说你是不是啊看了什么色情网站，或者说看了什么，就是你是不是有这种什么色情服务啊，或者说什么看了色情网站了，或者说你反正就是这个方面的意思啊，然后意思就是威胁你说，哎，我要把你的信息公开给你的朋友啊，你的家人啊，对吧？啊，你这样的一个，反正就这个意思吧。好在就是这种啊，我一看我也知道，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上过那些网站，我根本就不知道，对吧？所以像这种是最典型的啊。我觉得这些骗局呢，应该是，就是外国人啊，就猛的一看啊，你觉得这个骗局好像很怎么样，对吧？但对我来讲啊，像我就是在中国出生啊，或者说有这样社会经历的人来讲，我觉得他这个东西经不起推敲，就你细细的看，你就觉得好像很容易发现破绽的啊。那当然了，在西班牙这边也有很多华人，对吧？啊，这种骗子啊也是挺多的。那种骗子，比如说他说帮你去办这种身份啊，帮你办居留啊，帮你办什么各种各样的事情，对吧？然后帮你收了钱不办事啊，或者说收了钱以后，总之就是这种没有信用的事情，对吧？应该也是称为一种骗。还有呢，就是会有一种就是什么啊，帮人带货啊，对吧？还有就是换钱的这个方面的这个骗局也很多。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住在西班牙了，那么可能我有一些东西想让这边的人啊带回去，带到中国，对吧？给到我的亲人啊，我的朋友啊，或者说那边有什么东西我想让别人带过来，对吧？那么这样有时候会找一些中间人，这边这样的事情很多的，就是他们有些人啊会拿一些什么奢侈品啊，或者反正一些贵重的东西吧，就找这些人去带。那么这些人呢，骗子呢，他就会把你的这个东西啊给吞掉了，比如说一个包包啊，或者说一些名牌啊，有些东西都价值是不少的。然后呢，他这个货他也给你吞掉，然后拿去外面啊他们的这些什么老乡群里面去转卖。然后这个你叫他带的这种肯定还要给好处费嘛，这个好处费啊他也给你吞掉，对吧？啊，这种骗局啊很多。还有一种呢，就是换钱的啊，就是比如说很多人啊，他会去找一些做生意的华人去换钱，然后呢，他把这个钱啊，到时候一拿就拿走了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换的人和这个想换的人啊，就是他们都被骗了，就他在中间冒充双方啊，他在中间就是发信息，又给想换钱的人，又给换钱的人，然后呢，到时候呢，他把两边的钱都骗走啊，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但往往呢，因为这种换钱的行为呢，就是严格的上来说，在欧洲啊，它是属于犯法的，是属于这种就是洗钱的行为。所以呢，被骗的人呢，很多人他也不敢去报警啊，就导致呢这种事情就助长了啊这样的骗局。那么上次呢，我也看到一个新闻啊，是说那个西班牙这边它也有这种
犯罪的这种骗子的组织呢，他们在南美把一些女的骗到西班牙来他们在南美呢，他跟那些女的说，他们在这边开一些什么清洁公司保洁公司然后呢，把这些人骗到这边来以后呢，就说给他们工作对吧？骗过来以后呢，把他们护照没收，然后让他们在这边呢，就是从事那个皮肉的生意去接客，然后这边警察呢就把他们给一锅端了嘛，就这个事情是有的那么比起就是我最近看到的像什么东南亚的那些电诈对吧，还有那个什么像王兴的这种或者跟王兴一样的这些经历，那我觉得呢这边的这种骗局呢真的还算是小儿科就真的是不能比。像王兴他们经历的或者说东南亚的这些已经不能说是骗局了对吧，就他这个已经是妥妥的是一种人肉那个就是叫什么绑架然后贩卖然后就逼迫别人去行骗，其实只是这些人最后被安排的工作可能去网上骗别人什么的，他实际上他所经历的是其实跟绑架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么现在就有很多朋友就会问就是说还能不能去泰国旅游，还能不能去东南亚玩是吧很多人会问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像现在就最近这起事情发生以后呢，你看这个陈奕迅还有那个叫什么一些活动赵本山嘛是吧，有个什么活动反正在泰国的都取消了，他们就会意识到这个事情对整个泰国的旅游业包括整个东南亚的旅游业这个是影响很大的。这个事情呢绝对不会就这一件事情或者这一批事情绝对不会导致这个诈骗团伙或者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消失的因为可以这么说，就是以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像这样的组织它永远不会消失，就以现在的情况来讲，因为他们是正好是站在历史的他们最强盛的时候，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比较大的这种产业链了对吧，就像那个叫什么就像那个毒枭你们去看那个南美那边什么很多毒枭对吧，当初他们运毒什么到美国，把这个毒枭的老大抓了，把那个毒枭的老大抓了，他们一直会有新的这种老大出来就运营的这样的一个事业。这个东西因为什么？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不是说它在一个小的时候你把它给扑灭掉了它就不见了对吧。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在欧洲这边呢，这点有一句讲一句就是他们这种骗的公司组织也好，他们在欧洲呢他们很难形成一个做大的就他像我前面说的那些骗局，他只要稍微抬起头一点点，他做强了一点点马上就联合起来，就花大的精力就来扑灭你了，所以导致他们的据点他往往就很难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些骗子，他们其实他们的据点一般都设在一些东欧的一些地方，或者说一些三不管的地方，他们不太设在就是说什么像南欧西欧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像东南亚的这个骗局呢，这些公司呢，我觉得为什么说他们现在站在历史的最高的一个时期？首先呢我认为呢这些骗子他们这种把人比如说绑架对吧，把你通过网络上
通过网络发布什么招聘信息也好，或者什么东西也好，把你给骗到那边去，然后对你进行绑架，绑架完以后把你带到这种就是关起来的地方，然后再把你给卖掉，卖给那些园区的一家公司，然后你再去那边接受培训，去做那个就是网络诈骗。这些人首先他们找到了一个地方，对吧？就是像那个你说缅甸也好，或者说什么泰缅边境也好，或者说什么金三角地区也好，总之他们找了一些这种这些地方有一定的保护伞有一定的法律的空白，然后呢成本又很低廉再加上呢就是这些地方呢它还有那个叫什么高科技的一些配合，对吧？就像你说这个园区这么多人去搞这个电信诈骗，你总需要这个网络吧，你需要宽带吧，你需要这个宽带可不是家用宽带，对吧？你肯定都是要很宽的这种宽带，是吧？那这种谁给他提供的这种宽带用电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设施，总之他找了一个有保护伞的地方，对吧？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的这种掌握的那种方式不管是骗人的一种骗术，就话术我看过这些东南亚诈骗公司的他们的一些话术当然我是看纪录片来的，那真的都是很超前的，对吧？比如说现在流行什么 Tinder什么社交软件或者什么这种，他就会把这些人包装成什么样的一些人，对吧？他们是走在很前面的就这种意识上走在很前面的。然后呢，他就知道迎合就知道你是喜欢什么样的人然后怎么样会让你上当。就像这个演员这个王鑫，他们被骗去那个叫什么，说那边有片子拍，对吧？他花的这个精力是把他可以说就像在拍一个电影一样，他这个安排的是一个很逼真的一个剧本，就你人在这个其中你都发现不了。我自己也经历过我也遇到过，就是有东南亚的这种诈骗公司跑来说什么有一个什么片子，对吧？有一个什么叫你去拍什么片但是呢，主要呢就是我从事我这个摄影行业已经很多年了，就我问出的一些问题呢，他们往往是没有想到的。就他们这些话术，他去骗一个就是刚从事几年的人，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因为我知道外面有这种诈骗公司了嘛，所以我会非常提防这个问题，对吧？我就会去问这些事情。那我问到了一些比较细节的地方那他们回答不出来，这个东西只要一回答不出来你就知道这个是有问题的，对吧？那马上你就能判定这是一个诈骗。因为说句实在的就你说跑到泰国去拍照片，或者说跑到什么泰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去拍照片，这个很正常。现在还有很多什么你可以参加一些有什么摄影专家组成的那种，带你去什么柬埔寨带你去什么泰国拍摄，对吧？这种很多的，就是摄影爱好者，比如说他说我请你来这个带10个人的一个团到那个泰国或者到那个什么柬埔寨去拍一下然后我们给你多少这个领队的费用，是吧？就这种形式，这种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你仔细的去问一些细节，你就能够问出问题来那么所以呢，像这种他们呢也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和成本。之前不是还看到一个人吗？说有2个好像也是上海的，有一个还是美籍华人，他们是做医药的，然后他们在欧洲的展会遇到了一个骗子
然后把他们骗到马来西亚还是哪里，后来把他们给那个还菲律宾然后把他们给绑架了，绑架了以后要他们支付多少钱啊，几百万还是什么，最后把他们给撕票了嘛，2个人都没有活着回去就今年。所以呢，首先他们的骗的这种方式他们掌握的这种信息是不停的在随着这个时代在不停的进步，并且他走在前面的。我觉得他们比现在所有的这些警方什么的就警察之类的什么东西，他们要掌握的前面。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是有这样的骗局发生了，对吧？然后你去报案了以后，警方才看到，警方看到以后，他通过要深入的，因为警方看到的时候是个零，然后从零开始，他要去调查呀，去什么呀，等到他掌握了以后，可能已经是又进化到一个新的一个骗术的一个时代了，对吧？这个我觉得是这些人的信息骗的这种手法，包括他们的人才技术，对吧？这些他们高价请的那种计算机这种人才吧，不管在网络方面、编程方面，还是做网页，还是干嘛的，对吧？就甚至什么虚拟的人物就是你看到你跟这些诈骗的这些人，你跟他视频，真的有一个人在跟你说话，可能是个美女，可能是个帅哥，但其实这是个虚拟的，他是做出来的，对吧？这个技术在前几年还没有之前只能够通过一些什么爷爷买点茶叶吧，什么东西，我爷爷是种茶叶的，或者说什么只能通过一些语音聊天或者说只能通过一些发点照片给你打字现在都可以直接进化到视频这一步。那么在科技这些东西上面，我觉得他们走在很前面。还有呢，就是他们已经赚了很多钱这些搞电信诈骗的，可以说真正的大老板、幕后的老板都肯定是不在那个地方的说不定都是在什么欧洲在什么地方，对吧？就可能看起来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人，都不是一个什么，就你想不到他是一个干这些坏事的人。但是呢在那边的那些什么头目什么都是替死鬼，对吧？就反正如果哪一次要发生行动了那些人可能就到时候被抓住了被塞出去，然后等到那个地方不行了，他们再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他们的事业，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已经形成了原始的积累他已经做大了。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说正义和邪恶你互相对抗，靠嘴巴说，靠什么就是道德就有用的，这个是实力，对吧？就他已经做了很大以后，就比如说他有100亿的资金，你要消灭他，你可能要拿出1万亿资金来消灭他，或者说1000亿资金，你要他10倍的力量。可是谁来出这个钱呢？谁来出这个精力呢？对吧？就这些东西，最后除非他到处骗，对吧？他除了骗中国人他也骗美国人，也骗日本人，什么欧洲人，他到处骗并且也把他们绑架到那边去，那引起了全球公愤，那么大家开始要考虑去治理，对吧？他现在聪明的就是他不骗这些欧美人他就骗中国人。一方面他降低成本，对吧？他对中国人比较了解，语言沟通也没问题，然后把你骗过来，他也知道怎么样就是从你身上敲诈勒索或者就是叫家里面来赎钱或者怎么样，就他有这样的一种非常流畅的这样的一个流水线，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们是很难被那个消灭的那么并且呢，我觉得在这几年就往后，因为他不被消灭的话，你对他那个打压一下等到他弹起来的时候就会弹得更高嘛，就像一个皮球一样，除非你把它戳破了，对吧？他一下没气了，弹在地上了，不然你打他一下，他弹下去了，弹起来就是更高。所以我觉得就这几年东南亚这个地方会越来越不安全
那很多人就会说啊，那我照样去旅游啊，什么没什么问题。确实，你说如果我去旅游啊，我这种40多岁的，我跑过去旅游，我也没问题。我没问题，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有就是这样的一定的社会的经验，对吧？或者说他们不会以这样的人作为一个目标啊，因为在你身上，他觉得投入啊到产出是不就是这个利益不高嘛，是吧？那如果他真的完全啊，我相信那些诈骗公司，他如果真的完全精心的为我去设置一个骗局，就是说他不计成本，只要能骗到你，我觉得他一定会成功的。就像我看到很多那个纪录片，有的人被骗了，他真的先支付一些工资给你，或者支付一些酬劳给你，对吧？比如说你去做个什么演员，就拍个什么戏，说好给你5万10万的然后他先就给你付个2万，再付个3万，把你什么机票什么全部买好。那正常的人你一般，对吧？人总是想赚钱的嘛，现在经济又不是特别好，你就可能上当了。但他知道，对吧？因为他通过他的大数据他说我这种方式用了100次，有90次是成功的。那我这个人一旦把他给绑票绑过来，对吧？就要不就是赎金通过赎金把它给赎回去这赎金可能就是10倍100倍，对吧？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它有一个大数据它测算一下，这个成功率高达90%，所以他有这样的经验但是他们觉得骗你这种40多岁的老家伙把你骗过来有什么用呢？说不定你也不上当，对吧？比如说骗我这样年龄的人，有社会阅历的人，他觉得只有50%的希望，他觉得没意思，或者回报率也不高，骗了我跑到园区去去做那个电诈，可能打几顿就打死了，对吧？身体也不好，他觉得算了。所以他们往往呢找那些年轻的20多岁30岁左右的，是吧？就是20岁30岁左右，我回想我自己20多岁30岁是什么心态呢？就首先是天不怕地不怕，对吧？就你说什么都觉得没事的，没有那么就到我身上嘛，倒霉的事情，这种想法很多侥幸心理。还有呢，总觉得就是别人如果说一些这种劝解的话呢，都会觉得都会觉得自己没问题，对吧？人家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就社会阅历这个东西，他觉得骗那些人成功率也很高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就20多岁30岁或者是更年轻的人，如果说你在那边不管是长期的旅游或者生活或者说什么留学或者说别的一些我觉得真的就是在东南亚这个现在是不安全的因为它的这种模式已经变成就是什么，只要把你这个人他瞄准你了，他就直接把你搞上车，然后把你带到边境去就带走了，就是到这种程度，或者说就离这个程度已经不远了。因为我看到好多被救回来的人都说他们是说工作，然后被骗到一个边境的地方以后呢他就直接其实就是强迫式的，人家就拿出枪或者拿出刀，对吧？就你必须得现在上这个车你必须得走，就你被控制了，除非就是你从头到尾你就不接招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说说什么泰国什么不给力或者说什么一些黑泰国的话，真的不是的。即使这个东西很多人说就是说什么泰国这一次说是拼命去救其实也就一个电话的事情什么就把人给救回来了这个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毕竟他们是边境，他们之间有很多利益上的问题，对吧？或者政治上的问题。但是这个你说你一个电话去救一个人有可能吗？我觉得有可能。你说一个电话叫他把所有人放了那人家肯吗？人家肯定不肯人家这个是靠这个谋生吃饭的，对不对？那你都不让人家
吃饭了，你要砸人家饭碗，人家不跟你拼命嘛，到时候肯定就不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了。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容易解决啊，因为这个事情别人已经把势力做大了，就你要跟他来硬的啊，你必须要拿出高于他的实力几倍，甚至更多，要付出很多成本，你才能去消灭这个事情，对吧？所以我觉得凭泰国或者光凭周边的那些而且这个东西合作起来，也还有这个利益上的一个问题，对吧？因为我们就自己随便讲的玩玩，就是你说你这个。人家想我骗来骗去，骗的都是中国人，老板也是，那些诈骗集团的老板也是中国人，我凭什么花那么多精力的去保护你们，就是这么多成本去骗你们，帮你们去搞这个事情，对吧？所以这个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啊。好吧，那今天就先说到这边。反正如果问我就是近期会不会去什么东南亚，去什么地方玩我觉得真的不去了。其实我心里面也想去我也想去泰国，我也想去马来西亚，但我觉得算了，就真的就不安全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说你到欧洲来玩，最多你被偷钱包被抢个钱包，对吧？你人很难出事情，不会说什么被嘎腰子人不见了这种事情不太会有的。好吧，谢谢大家。